嗯，那感觉这个是拍起来或者就自己也会觉得很甜吗？对，这个会确实是，就是因为它剧情不一样嘛，然后很多的情节呀也都比较，还真的有甜到。那两位觉得自己的角色身上，对于自己角色最满意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静怡要不要先来回答一下？我会觉得演穆婉清是很爽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多数角色他其实是比较的乖，比较的温柔，或者说是内收，但是其实穆婉清是一个非常主动就像大家说的内心大灰狼，表面小白兔。是不是一个那种白莲花那种角色，很深度的。对，那清旭呢？清旭呢？我这个角色其实，因为他出身背景不一样，然后很野的路子，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部队出来的，他就是原来是马匪嘛，然后跟着一起混长大的，然后他全凭一张嘴啊，然后不管是怎么说是用嘴打下的天下，当然他也有实力，然后也有很聪明的智慧，然后大智慧还有小聪明其实都有，然后最后一步步的走到了后来上海王的位置。是。那之前也有看到大家网上都在说你的谭旋林很有一种野苏感，是不是？对吧？你觉得这个词形容的是不是很到位？因为我是觉得，我看剧的角度是觉得这个真的很巧妙，这个词。我是觉得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就是大家会给这个角色一个特定的这个名词，之前他会有别的对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一个定位，或者说观众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词能形容这个角色啊。第一次听到野苏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像还很准确，挺准确的，是非常恰到好处。对，那之前静怡有说过，其实你是想尝试谭司令的这个角色的，对吧？对。那如果要是两位有机会能够角色互换的话，你们最想从对方的角色身上就是获得什么体验呢？或者说最想尝试对方的哪个特质？会想尝试就虽然说男孩都有就是当军人的梦想，但我也会想试一下那种带兵打仗，然后就是枪啊这些就是比较武戏的部分吧，试一下。很帅气的部分。你连跑个炸点你都害怕，你还有武戏的部分呢？现在就已经开始互相爆料上了。对，就是呀，他这太官方了。刚才还不是这么说的。那你要不要来回答一下？刚刚被说官方。没有，这回想试一下，就是因为我没有拍过武戏，我就很想试一下那种吊坠威亚很帅的感觉。那星旭要不要来回答一下不官方的答案？我就是因为这是小金库嘛，这是谭旋林的小金库嘛，我觉得挥金如土的感觉我要尝试一下。可是没有挥金如土但我可以啊。我是你的，如果我要演穆婉清的话，那我就挥金如土，有钱啊，任性啊。那静怡想不想尝试一下，就是自己是谭司令，然后被富家千金追求的感觉？不想。我也觉得很爽。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既然刚刚都已经开始爆料了嘛，我们要不要接下来再互相爆料一下？两位有没有什么在片场让人印象深刻，对方做过的比较沙雕的事情？比较，你先来吧，静怡。我觉得你好好说啊。我觉得比较好笑的一点嘛，就是我觉得他很容易流汗。其实像还有，因为女孩可能不太容易流汗，然后徐光耀也是不流汗的那种。然后我们3个人一起拍戏，就会他在我们对面，他就会跟瀑布一样，就是汗如雨下，是不是？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已经特别爱流汗了，就只要一到夏天拍，尤其是横店，就是南方的天气，就是会出汗特别多，然后可能一场戏都拍不完，然后就要停，然后擦一下汗，不然没法拍嘛，没法演。这个没办法，我控制不了。体质原因啦，这个也属于。那继续兴趣来说一下，静怡有没有什么沙雕事迹？那倒还好，其实，现场的时候他还比较正常，但是我觉得最逗的每一次就是，就像之前我刚才说的跑炸点的时候，他第一次跑炸点嘛，然后我跟他说，我刚开始我跟他说，我说那个这个炸点，因为我经常拍这种爆炸爆破的戏，然后我说这个火弹呢，它声音很大，但不会有危险，但是声音会特别特别响，然后所以你要跑，因为但是它也有火嘛，从后面就是会有燎到头，就是燎到后头发这种情况。我说你要跑得快一点，然后呢，但是别摔倒，因为摔倒的话很容易那个火弹会在身边爆炸，然后就会相对有危险。他说没事儿，我不怕。就是还特别兴奋，特别特别兴奋。我说你先别激动，你要心里有个准备。然后这边导演喊开机开始，一爆这边就台词就没有，本来戏也是没有什么台词的，然后就我的满耳朵就听进去的啊，瞬间暴露了。我要不拽着他估计都不一定能跑完，你知道吗？你想这个炸点真的声音巨大，就会坐过山车一样，你就会不断的控制不住的叫。对，就一直就啊，然后我的耳朵里就嗡，再这样咚咚咚啊，咚咚。感受到，那我们日常在片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么欢乐？因为大家都在说我们这部剧很欢乐，它都下线了。你怎么？你看我一报丑事，它就下线了。哎呀，不要一直没有，他们工作人员不小心弄错。我们继续 OK。 那是不是也是像刚刚这样欢乐的片段很多啊？因为大家都在说我们这个《一见倾心》这部剧嘛，也是就是甜蜜当中夹杂着笑点。大家在片场拍摄的时候，是不是这种喜剧名场面也会有很多？对，因为其实静怡知道我们这个戏更多的还是就是有意思啊，比如说有一些小搞笑的一些地方，然后就是你首先你要真的觉得这段戏好笑，然后有意思，你才能把它演的让观众也觉得好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现场一定要很欢乐，这个气氛一定要先做到，不然演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尬，或者说有点奇怪，那观众肯定会觉得一样的感受，对吧？而且这部戏其实演员大家互相差不多的嘛，然后其实经常是片场大家会坐在一起休息，就是很欢乐很热闹，就每一天。感受到刚才星旭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有点子油麦在身上。两位知道油麦什么意思吗？油麦是什么？不知道，那我一脸懵逼，要不要猜一猜油麦是什么意思？静怡说他知道，你说是什么意思？来给科普一下。幽默的意思。是的，看我们怎么这个表情
一脸的不可置信，学到了一个新词，没有，是不是？其实我已经就是冲浪冲得很靠前了，但每一次我就发现，错过了就是最新。对，就总是好像都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对，今天又新 get 到了油麦，油麦吧，有点子油麦身上的。OK， 那我们今天简单的聊完之后呢，也给两位接下来准备了几个小游戏啊。我们相信大家在线的各位也是很期待我们谭司令和穆小姐的甜蜜互动。接下来就要看两位老师如何招架了。我们今天提前准备了一些小道具在身上，看，好，这是6个纸条啊。这个6个纸条上面是两位在剧中很经典的一些情话。那我们每一个不一定是谁的台词，然后两位今天来随机抽取一下，然后现场进行一个情话 battle 吧。好啊。谁先选择1到6号？2号码。好的。来，你需要我，而我也刚好需要你。这个要不然我吗？对，我们来现场演绎一下。你需要我，而我也刚好需要你。好，我们情绪怎么面无表情？他是好。完全，这个反应有点假哦。没有，很真实。接下来1、3、4、5、6，兴许来挑。我吗？我选3。3号。3号是。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担心我？来，这是我的词儿对吧？酝酿一下情绪。你都自身，对，对不起啊！怎么还忽然出现了？没有，这个可以剪掉啊，不可以剪掉，直播没关系，就这样吧。来，大家都看到了。你都怎么回事？今天？汉堡是哪里话音？哎呦，等一下，哎呦，哎呀，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担心我？哎，对不起，这个，哎呀，这句话怎么回事啊？真的是。这可现在这个状况啊，你都自身难保，自身难保了。哎，我真的自身难保了，真的。怎么回事？一些嘴瓢时刻。嘴瓢。我们接下来，6号，大家现在占我便宜，你想得美。大家都还没有抽到最经典的那些啊。来，占我便宜，你想得美。是的，小俏皮。来，继续。1、4、5，还有3个。1。哇，1这个比较猛的来了啊！这么猛，这有多猛？我看看。我对女人只耍流氓，从不赖账。我对啊，这会不要再嘴瓢了啊！不会，这绝对不会了啊！我对女人只是。今天怎么回事？我今天没有拍戏，所以还没有开口，对吧？就原谅我一下。我对过不去了，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都自身难保了。我都自身难保了。我对女人只耍流氓，从不赖账。好的。来，我们最后2个，4号和5号2位。4号。4号啊！咦，
哇，那5号又留给心绪了。嗯，怎么了？脸红了？不会是看上我了吧？怎么了？脸红了？不会是看上我了吧？然后我我的是们最后什么呀？你的是穆小姐的经典台词啊。哦，笨蛋，我们再喝一杯好不好？这个片段也是我之前刷了无数遍，超经典的，情绪一定要上来。要模仿大木婉清，你怎么演的来着？你怎么演的来着？你去搜一下。就是我没骗到他，我没骗到他。哦，原来就是刚刚挖了一个坑，是不是？我要用谭旋林的方式说一次，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对不对？可以。谭旋林，笨蛋，我们再喝一杯好不好？好，那我们静怡要不要？你好什么？我这替静怡来回答。来，静怡要不要来评价一下我们谭司令刚刚说你的经典台词发挥的如何？没有我说的好。哎呀，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给情绪继续发挥的机会啊，因为大家都在说司令这个角色在剧中是戏精本精，那我们今天要静怡来随机提问一下，然后心绪用谭司令的口吻来回答，我们进行一个小的性表演。好，问他问题是吗？对，你可以随便你想问什么都可以，他都需要用谭司令的语气来。当你没有钱，需要交房租和发军队的工资的时候，怎么和我要钱？给钱。这么简单粗暴的吗？刚前期其实是这样的，他其实有骗啊，有什么的。谭旋林很多都是威逼利诱吧，那后期2个人在一起了之后呢？求呗，给点钱呗。好，当你知道我偷偷给你求了一个平安符的时候，你内心是怎么想的？开心。怎么都这么简短？对啊，因为那时候其实他有一段误会嘛，有播吗？这一段有播吗？播到吗？还没有吧？不然剧透了是不是？那不能剧透，不能剧透。开心。好的。当你知道我没有去赴约的原因是因为许光耀的时候，我毙了你。这个反应是很谭司令了，一枪结束。没了啊。OK， 那静怡觉得刚刚情绪的表现怎么样？够不够谭司令？不够。太什么？太敷衍。我怎么敷衍了？我哪有敷衍？对，那我们接下来啊，听说2位在片场都是，刚刚大家的弹幕都在说已经播了，那是播了是吧？对，会员最新的都看到了。播了，还有人没有看到吗？是吧？照顾一下飞会。主要是我也忘了剧情了。那我们接下来啊，听说2位在片场都是游戏高手，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互相模仿一下？听谁说的？一些机密的线报，是不是？来，也算是考验一下2位的默契程度啊。我们首先请心绪来做出模仿一下穆婉清的动作。你用一个动作来模仿穆婉清的话，会是什么？
穆婉清他老举拳头，对不对？好像是握拳，然后抓裙角。对对，然后就是反正他总喜欢，不管是抓呀还是就是总是想要打人，就是这样的。打算要打不打？那这个模仿的怎么样？静怡觉得到不到位？这个细节抓的，这个细节我觉得 OK 的。观察很细致。对，那静怡要不要来模仿一下谭司令的一个动作？他的有什么标志动作？转手是吗？怎么新世这表情是怎么？不是，他没有模仿到精髓。你再来带线。你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你那应该是就是这样啊。是这样啊。这有什么区别吗？恕我直言。我下播了，再见。我要下播了。好，我们刚才那个动作非常精准。好的，好，那我们新旭再来做一个徐光耀的动作吧，模仿一下徐光耀有没有什么？他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动作，反正我看到我俩在一块拍戏的时候，我看到他特别喜欢做这个动作，对不对？因为他的那一撮头发，对他超喜欢。没有，就是戴帽子啊，他有时候戴军帽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做这个动作。压帽杀压帽子的这个动作。对，真的观察好细。看到一个弹幕说，问许光耀的那一撮小刘海是不是用来接收信号的？是。那我们接下来请静怡来演绎一下谭司令第一次请穆婉清吃的食物。这什么？情绪这个表情是？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但是他这个是什么？炸药包吗？生煎包。那生煎包应该怎么比？来，陈老师做一个示范。确实也不好比，就是哎呀，对不对？这个 OK 吧？这个是对的吧？对，这个非常好，通过。对。那我们刚刚看今天的弹幕也是，大家都在说小笼包、汤包，是的，生煎包，大家都答对了，大家也在猜。我觉得生煎包我的那个形容特别准确。对，只要一吃必滋到身上，没有滋到身上的不要吃生煎包。真的每一个动作观察都很细节啊。好，那弹幕还在夸静怡今天很美。那我们今天也是看弹幕里大家也有很多问题嘛，然后我们刚刚也收集了一些，来两位来回应一下我们弹幕里的问题。首先有网友问谭司令，你怎么连房租和军饷都交不起？好心酸哦。这个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因为他其实一直都很穷，他养一个军队，养一个自己的军队，其实自从以前爸爸没有了以后，然后他自己带着这个军队，然后包括他的副官，包括他爸爸的副官一直帮着他，其实很不容易，然后一直想要站在上海这个地方立住脚，其实花费会很高，所以一直都很穷，肯定是付不起，但他又是要面子的人，他又要一个立足之地，对。史上最穷司令，刚刚弹幕在说，真的是，还有在问那司令没有一点存款吗？就他其实很少有，他没有那么
那么 care 这个存款的问题，他一直都是很仗义的，他希望自己的跟着自己的人吃好喝好，有这么一幕的，我记得，靠穆小姐来赚钱养家。刚开始是这个坑蒙拐骗嘛，稍微支持一下，后来呢就是他自愿的了，对吧？但其实穆婉清她一开始我觉得和谭学林是互相合作去坑家里的钱，到后期也是，后来你自己掌管了嘛，对，后来我是搞事业，自己这个特效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建议继续。说后来可能到后期，穆婉清有了自己的事业，就是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教父。是。那我们还有评论在说啊，穆婉清看起来像个娇贵千金，没想到那么刚，支棱起来之后有女霸总那味儿了。是因为女霸总这个评价怎么样？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形容。就是我有看大家在网上都说穆婉清是什么女版上海王，真是怎么又一脸没有对，好，表面可能是小白兔，内是大灰狼。很霸气的，有霸气的这个在的。那接下来网友在说，一见倾心每一集都好野，一集一扑倒，一上来就叫老婆，谈情说爱，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后面其实，这个不能说太多，但是很多包括情感的升温啊，包括事业的推进啊，都还是会有不同，就是更多更深的发展啊。那后面还会有更野的一些剧情吗？相当野。哇，那可以期待一下啦！大家刚刚听到划重点，相当野。是的，好，那我们两位接下来再一起看一看弹幕，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可以互动的。刚刚有一个弹幕在纠正我说，不止今天，静怡每天都很美。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后面甜吗？也甜啊，甜吧，是吧？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感情的发展其实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到后面我觉得不仅是甜，可能更多的那种相互依赖呀、互相这种保护啊，这种都有。那还有大家都在关心结局到底是甜的吗？是 BE 了还是甜的结局？还是这次还是 H 的，HE 的。对，终于不再 BE 了。情绪怎么叫终于呢？为什么是终于呢？因为之前感觉大家看到你的角色都有一点那种 PTSD 的感觉了，每一次都是惨烈的 BE 掉。我们再看一看弹幕。刚才有大家问说，你们日常有没有会看到一些两位剧情的土味剪辑啊？有会有。看到感觉怎么样？是很好笑，印象比较挺有意思的。我最近印象比较深的不是我们的剪辑师，我也看到了。什么？两位一脸，快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妹夫是吧？算是妹夫 对吧？妹夫裴少军的那个，因为那天我们不知道，不是我的戏，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么搞笑。天哪，好想现在看一下，这具体是哪一条？就是裴少军的，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真的挺有意思的。
我们去搜索一下。好，大家那我们然后就会就挺逗的。那我们继续看，想听陈星旭对粉丝说土味情话。怎么说？陈老师说什么呀？这个愿望能满足吗？不是，我就说什么。